小叶，柳姨好想你。柳姨，楼下宾客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陈默，柳姨刚不舒服，我给她按摩呢。你他妈当我傻呀？什么按摩需要你脱裤子？你俩还要不要脸啊？今天是我岳父50大寿，你们居然在房间里鬼混，你们对得起他吗？柳姨，你怎么了？赶紧坐下休息。你看吧，我真没骗你，就是柳姨不舒服，我给她按摩呢。都在房间里干什么？都不下去招呼客人吗？老公啊，我刚刚不舒服，在这休息，小易就给我按摩了一下，也没什么事儿的。他俩在房间里偷情。放屁！我知道你一直嫉妒赵毅跟晴晴关系好，可我女儿不是已经跟你结婚了？今天居然编造这种谎言来污蔑她跟我，简直不可理喻！她一个只会打游戏的废物东西，天天搞什么游戏直播，压根就上不得台面。现在还胡说八道，搬弄是非，你赶紧跟她离婚！陈默，你疯了吗？今天是我爸50大寿的日子，你非要在这种时候闹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吗？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赵毅，可他从小寄宿在我家，我们一起长大的。在我眼里，赵毅就跟我哥哥没差别。以往你诬陷针对他也就算了，这次居然还牵扯到我妈，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柳姨、王叔，我可是你们看着长大的，我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的。混账东西，还不赶紧给你妈跟赵毅道歉！爸，陈默，你够了。算了，晴晴、柳姨、王叔，我以后尽量少跟你们接触，免得陈默不开心。陈默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要是还想我们这个家好好的，就赶紧跟我妈和毅哥道歉。好，你们全部都不信我，我走。希望你们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看到了我跟柳姨的好事。我从小养在王家，跟王晴一起长大的，她不选择我，那我就当她继父好吧。更何况柳姨现在还有了我的孩子，到时候王家的一切都会是我的了。你跟王晴结婚了又怎样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就是个蠢货！赵毅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没死，我居然重生到了早上布置岳父寿宴的时候。那这一次，我就让所有人撞破你的奸情。家人们，早上好！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我岳父的50大寿。接下来，我会为大家全程直播，分享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哇塞，国父第一次看莫哥开直播了。还是女婿视角，莫哥今天看着好帅呀！希望这份惊喜大家会喜欢。我先去准备了。赵毅，我会让你跟柳玉林的奸情公之于众。小易啊，今天老王50大寿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孩子想你了。是孩子想我，还是柳姨你想我了？讨厌，你赶紧过来陪我。妈，这是您的养神茶，安神补气的。不是喜欢做吗？那就让你们尝尝欲罢不能的滋味。这茶里有好东西。你先出去吧，等会儿宾客到了，你再上来喊我。好的。证据总要留足，每一个角度都不能错过。赵毅，这辈子我要你身败名裂。王叔大寿怎么就你一个人布置？我来帮你。可以啊，正好2楼还没布置呢。那行，我去布置2楼了。哼，赵毅，好好享受我为你精心准备的一切。
欢迎欢迎。还是王会长的面子大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晴晴跟他妈呢？晴晴还在化妆，妈在楼上休息。赵毅上去帮忙布置2楼了。你可是我王家的女婿，我的寿宴在这儿一动不动，让赵毅上去2楼布置。赵毅是经常在老王家那个，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爸教训的是，老王啊，这就是你的女婿，是哪家公子啊？哦，他叫陈默，是我女儿的大学同学，没什么正经工作，一天到晚的打游戏，不务正业。看这样子，是你们王家的赘婿了。我女儿喜欢，做父母的总不能棒打鸳鸯。老赵啊，你儿子赵毅可是在我们家长大的，我还以为他能跟晴晴修成正果呢，偏偏我家晴晴非要嫁给他。爸，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我以后一定改。哼，你再怎么改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比不上赵毅半分。行了，上去把人都喊下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哼，很快你们就会亲眼见证赵毅是什么德行。姨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热情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你了。姨，你慢点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。都3个月了，没事的，快点，小易，我好想你。爸，老公。女儿，快过来见过各位叔伯。晴晴真漂亮啊，一晃眼都长这么大了。我家那傻小子从小在你们家住着，跟你一块儿长大，我还以为你能当我儿媳妇呢。你说你这丫头怎么就非要嫁给他？我脾气不好，陈默能包容我。再说我跟一哥太熟，难以想象我跟他结婚。你可没少在我面前说他不如赵毅。哎呀，爸，今天是你50大寿，说我干嘛呀？你才是主角呀！行，我不说了，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寿宴。六姨，一会儿有人进来了怎么办？今天你王叔大寿，关注点都在他身上。再说还会来很多客人，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俩的。姨，你这回太厉害了，我有点不行。年纪轻轻的怎么就不行？快点！咦，怎么没看到一哥？他没来？他来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有动静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好像是赵毅的声音。好戏开始了，50岁的女人坐地吸毒，更何况加上了牛鞭催情粉跟壮阳精油的威力。这次我要你们身败名裂。家人们，好戏马上就开始。我一直都在直播间，我刚听到了一声惨叫。该不会是抓奸吧？这也太刺激了！上万人的直播间，这份寿宴贺礼，想必令人难忘。妈，你在里面吗？怎么回事？小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痛，六姨，我好痛。老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赵毅是不是在里面？你赶紧把门打开。赵毅怎么会在我房间呢？我还没换好衣服呢。你们先招呼宾客，我收拾完了就下来。没在里面？那我们刚刚听到赵毅的叫声。妈，你先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去看一眼，我担心一哥。你这孩子，我衣服都没换好，开什么门？你要找赵毅，也不该来我房间找啊！快躲起来！妈，根本没地方躲啊！赵毅说上来2楼帮忙布置，我刚看了一圈都没看到他，只剩您这儿了。哦，小易过来布置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声，之后就走了。你们2楼找不到他，去1楼找啊！妈，那我们去别处找一哥。你收拾好了就赶紧出来，今天爸爸50大寿，宾客们都等着呢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这些观众不能走。晴晴，半小时前我给妈送参茶时，门一推就开，现在突然反锁，而且赵毅的叫声大家都听见了。
你什么意思？够了！你平时针对一哥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暗示他跟我妈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只是陈述事实，锁着的门，消失的人，异常的声响，难免。难免什么？陈默，你真龌龊！我妈都说了，赵毅不在里面。今天我爸寿宴呢，当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想拉我妈下水，还想把一哥扯进来？老王，我们两家认识多少年了？我老婆难产走了，我一个大男人忙着事业，没法照顾孩子，就把儿子寄养在你们家。你可是看着赵毅长大的，他什么品行你还不清楚？他一个赘婿，这才跟晴晴结婚多久，就敢在你的50大寿上空口白牙的污蔑你老婆，以后怕是要翻天。赵叔息怒，是我多嘴了，只是晴晴刚才急得都快哭了，我才……不过也是有点奇怪，老王50大寿，他媳妇儿一直没露面。就算没收拾好，开门让自己女儿进去看一眼就好了。刘玉玲，立刻把门给我打开！要是赵毅不在里面，我让你爬着滚出王家！这声音，该不会是……怎么回事？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去看看。赵毅上辈子被你害死，这辈子就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开门！刘玉玲，你在里面干什么？爷，你清醒点，开门！外面还有人。刘玉玲，赶紧开门！爷，开门！刘玉玲，你快躲好！我都说了，再换衣服收拾，你们催什么呢？今天我老公50大寿，我不得好好打扮一下？你给我开门！不开门是吧？爷，我们要是被抓了，就全完了。赶紧躲起来！赶紧！来不及了！你们突然一大帮子人闯进来，我都说了衣服没换好。你刚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我还能干什么？都说了我换衣服呢。妈，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。赵毅说他上来布置2楼，到现在也没看到他的人。妈，他在哪儿？陈默，你什么意思？搞得跟赵毅在我房间里似的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好了，老公，今天是我爸50大寿的日子，你就别闹了，赶紧道个歉，承认错误。赵毅肯定就在房间里。怎么会没人？陈默，你要干什么？老公啊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清清白白的，衣服都没换好，这么多人闯进来就算了，现在还要开我的衣柜，是故意让我难堪吗？陈默，你够了！现在门打开了，赵毅不在，我妈也什么都没干，难不成你还要把整个房间搜一遍？老王啊，今天这事儿确实是你家这女婿做的过分了。我们两家的交情，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外人的挑拨？混账东西！既然要道歉，总该让当事人都在场，不如现在就把赵毅请来。你还有完没完？我头疼哼2声怎么了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正事不干，一天天的就知道争风吃醋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嫉妒赵毅跟我女儿关系好，今天是你岳父的50大寿，这么多人看着你还要闹，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陈默，还不赶紧跟我妈道歉？平时你针对污蔑一哥就算了，今天还把我妈牵扯进来，幸亏叔伯们都看着，什么都没有。万一传出去了，外面怎么看我们王家？就是你在这空口白牙的污蔑我，我一把年纪也就算了，但小姨还没成家，你让人家以后怎么娶媳妇儿？老王，我们两家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小易还是在你们家长大的，再怎么着，他也不可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，连这种谣都造。我看你能跟晴晴结婚在一起，怕也使了不少下三滥的手段。老王啊，你这赘婿可不简单。畜生，畜生！还不跪下认错道歉，否则就跟我女儿离婚，滚出王家！我爸生气了，赶紧听他的跪下认错。爸，老公也是因为太在意我了，吃赵毅的醋才会胡闹的。老公，你快点啊，跪下道歉。所以王晴，你也不信我？行，
那我现在给赵毅打电话，看他在不在房间里。够了，陈默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乖女儿，我就说他一个只会打游戏的废物上不得台面，就你非要嫁给他，你看看他到现在了还不悔改，还在闹。你这赘婿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们这么多人都看着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非要诬陷他们有点什么才罢休吗？就你这样，也难怪跟晴晴结婚了，王家也瞧不上你。行了，这事从头到尾都是误会，老公，你就当是为了我低头道歉吧。晴晴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你们王家从头至尾都没看上我，盼着跟我掰了，让你跟赵毅在一起呢。难道这就是你污蔑造谣的原因吗？你不满意我们王家吃赵毅的醋，就在这儿造谣吗？老公啊，赵毅那孩子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当儿子一样，我跟他怎么可能啊？再说我人老珠黄的，人家赵毅年轻小伙子一个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跪下道歉！怎么这样？幸亏是一场误会，这要传出去，王家的名声怕是彻底毁了。这不是冤枉人吗？兴师动众，大闹一场的。你要是还想继续做王家的女婿，就赶紧道歉，别让大家看笑话了。赵毅肯定在这个房间里，一定是躲起来了，我得想办法让他出来。晴晴，是我的错，我也是太在乎你了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吃你跟赵毅的醋了。爸妈，赵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陈默，再有下次，你就滚！我们王家可容不下你这种搬弄是非的东西。哼！老王，差不多得了。陈默也认识到自己错误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招呼大家去楼下，我把衣服换好就下去。晴晴，今天是爸的50大寿，我是不该闹，可爸心里一直想让赵毅当女婿。这样吧，你打电话喊他过来，我们把话都说清楚，免得以后再有误会。说的也是，老公，你放心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否则也不会跟你结婚了。我现在就打给毅哥，让他过来。妈，赵毅的手机怎么会在你房间响起？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反转了！老婆婆丈母娘这都……乖女儿，你大惊小怪做什么？多半是之前赵毅进来布置房间，落在这里了。你确定？当然是这样，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？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躲床下了。老公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寿宴惊喜，想晚上给你个意外。还有这么多人在呢，这种私密的事情，你让我怎么开口说？哎呀，老公，你赶紧先去招呼宾客。妈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赵毅，儿子，妈，现在您还能说赵毅不在房间吗？老公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躲到的床底啊。老公，我刚刚在研究这款精油，我真的……赵毅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说！王叔，事情真不是你们想的这样。我进来给房间布置，正好柳姨进去了卫生间，偏巧贴寿喜的胶带掉床下了。我爬床下捡的时候，柳姨从卫生间出来了，之后她在床上开始研究精油。我不好意思从床下爬出来，就一直待着呢。再后来就你们浩浩荡荡的冲进来，还真是巧啊！真是这样。你们看，我真的只是在床下捡胶带，在床底下捡了半小时胶带。够了，赵毅，
被抓了个正着，你居然还在狡辩！我知道晴晴选择了我，跟我领证结婚，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不能因为晴晴跟我在一起就爬我丈母娘的床。贱人！老王，你别激动，这事儿可能有误会。是你，一定是你故意陷害我！陈默，你嫉妒我跟晴晴一起长大，故意陷害我，否则大家怎么会这么巧的闯进来？王叔，我在王家长大的，你从小疼我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敢做对不起王家的事？晴晴，我们20多年的情分，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？爸，我是你儿子啊，我什么样你还不清楚？我真的只是去床底捡胶带，只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老王，晴晴，你们要相信我啊，赵毅就是过来帮忙的。我要是做这种畜生不如的事儿，天打雷劈！晴晴，你千万别听他鬼扯，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？你把大家当傻子啊！怎么巧合了？赵毅进来布置的时候，我在卫生间，他去床底捡胶带，我出来以为他走了，在床上抹精油。后来你们一群人来势汹汹的，我哪里敢开门啊？我也不敢从床底出来啊，那更解释不清了。老公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本来就都是误会。都是他无中生有，没事找事儿，害得这么多人来看笑话，我以后的脸往哪里搁啊？老王，我看这应该就是误会，说清楚就好了。我儿子跟你老婆，这完全不可能的事儿。倒是你这赘婿，能耐可真不小。对了，今天早上陈默给我送的养生茶，我喝了之后就浑身发热，不对劲，肯定是他在茶里加了东西害我。妈，这是您的养生茶，安神补气的。就是你。陈默，是你捣的鬼！你这个狗东西！对，也是他让我上来布置2楼的。陈默，你好歹毒！你嫉妒我跟晴晴关系好，为了陷害我，居然谋划了这一切。女儿，你长点心吧！这种心思歹毒的穷男人，趁早跟他离婚。一场误会居然能闹得兴师动众。老公，这脏水要是扣我头上了，以后别人怎么看我，又怎么看你啊？当初就不该同意晴晴嫁给他。陈默。真是你故意谋划的一切！我有什么理由做这种事？还是在岳父的50大寿上？我疯了吗？够了，陈默，从一开始你就在引导大家往这方面想。不错，之前非要开门的也是他。老王，我看就是这赘婿策划的一切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现在你就跟他离婚，否则将来王家的一切你别想继承。陈默，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，还不赶紧认错道歉，否则别想我原谅你。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们居然都不相信我，还真是跟上一世一样。幸好这一切都被录了下来。陈默，以往你针对污蔑我就算了，但这次你把柳姨也牵扯进来，实在不该，好好认错道歉吧。赵毅，你的确深受王家一家子的喜欢，你才该是王家的女婿。陈默，你站住！明明是你做错了事，你不认错道歉就算了，现在还装作一副受尽委屈冤枉的样子，你给谁看呢？王晴，你爸妈不信我无话可说，毕竟我知道他们2老一直都看不上我，觉得我比不上赵毅。但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偏向了赵毅多少次？好了，老公，我保证以后只偏向你一个人，你就低头道个歉吧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反正你爸妈从来就没看上过我，一直都希望赵毅做女婿，正好我走了，给他腾位置。你够了！陈默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居然还在争风吃醋！一个躲在你妈床下的男人，我有什么好跟他争风吃醋的？既然你们愿意相信赵毅跟你妈之间是清白的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你要去哪里？事情还没说清楚。还要说什么？老公，毅哥从小在我家长大的，我把他当做哥哥，我真要跟他有什么早就有了，所以你不要再针对他了。今天是我爸的50大寿，你把事情闹成这样，他难免会生气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只要好好的认错道歉，让大家原谅你，让我爸的寿宴开开心心的进行下去，不就好了？不好，我跟赵毅不死不休！什么态度？做错事还这么嚣张？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女儿离婚，滚出王家！陈默，你还是适可而止吧，何必要闹成这样？陈默，你站住！你敢走，我就跟你离婚。那就离婚。女儿，离婚就离婚，反正陈默那个窝囊废也配不上你。再说，这不是有小易在？不错，从现在起，陈默滚出王家。你跟赵毅在一起，赵毅就是我王家的女婿，
我同意，我早就想晴晴做我的儿媳妇。别了，一哥，我俩不合适。再说跟我领证结婚的是陈默，他才是我老公。赵毅可比陈默那个窝囊废强千百倍，他闹出这么多事，你还向着他，想继续让人看我们王家的笑话，就这么定了。王剑锋，感谢各位前来参加我的50大寿，虽然中途出了点小问题，但好在最后都解决了。正好接着这次机会，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：赘婿陈默被赶出王家，净身出户。很快，我的女儿王晴会跟赵毅结婚。爸，离婚协议都准备好了，还真是迫不及待。家人们，事情还没结束，接下来就是我的猎杀时刻。接下来会少儿不宜，直播就先到这里了。老王啊，还是这俩孩子般配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举行订婚，双喜临门。哎，好主意！小易，还愣住做什么？赶紧求婚啊！好，晴晴，这枚求婚的戒指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也一直戴在身上。你跟陈默结婚以后，我以为我不再有任何的机会。晴晴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保证会一辈子对你好。一哥，我……慢着，老公，晴晴，这不是王家那个赘婿吗？不是早被赶出去了，怎么回来了八成是看到赵少向王小姐求婚，眼红后悔了吧？陈默，你已经被赶出王家了，敢捣乱，我要你好看！5年时间足够看清一个人，既然你做了决定，我尊重你。不是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住口！这窝囊废不是你的老公，小易才是。陈默，识相点就自己走。王叔已经准备好了离婚协议，你正好把字签了，彻底跟王家两清，也不耽误我和晴晴。不错。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，只会打游戏的穷鬼，给我女儿提鞋都不配，赶紧签字滚蛋！别在这碍眼。不要，老公，我没想要跟你离婚。王晴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？我祝福你跟赵毅，正好也做个了断。赵毅，你居然真的跟我妈，你这个畜生！那是我妈呀，她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你怎么能做得出来？晴晴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老公，你听我说。刘玉玲，我对你不够好吗？这些年你想要什么，我都满足你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给我戴绿帽子！老公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主动的，是他爬我的床，强迫我的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个孽障，干出这样猪狗不如的事儿？爸，我这么做是有苦衷的。要不是公司快要破产，我怎么会……到底是什么苦衷，能让你们在我岳父的50大寿上毫无顾忌的偷情？对不起，我该相信你的。我竟然为了这样一个畜生，一次次的伤害你。赵毅，你从小在我家长大的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哥哥，你真恶心！陈默，都是陈默捣鬼，这些视频都是假的，是 AI。对，假的，视频都是假的，是 AI 的。老公，晴晴，你们要相信我啊，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。你这个窝囊废，不就是看到晴晴要跟你离婚，跟赵毅在一起，你不死心，弄出这段视频来污蔑我和赵毅，你真歹毒！老公，你快把他赶出去！当这么多人污蔑我，你以后的脸往哪儿搁？你把我当傻子？刘玉玲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好骗，这么蠢？贱人，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弄死你！罗叔，你疯了！滚！你没资格喊我叔！我肚子疼。六一，你撑着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老王，你别气坏了身体。赵毅那个孽障，我就当没有这个儿子。
老王放心吧，今天所有的宾客我都挨个电话通知了，他们保证不会传出去的。网上万一有什么，也会及时压下去的。我赵家也丢不起这个脸呀。我现在不想看到你。老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真没想到这孽障居然敢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。滚！赵叔，你先回去，有什么等我爸好点了再说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，晴晴你照顾好你父亲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现在你们相信我了。你把这种丑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看我王家的笑话吗？爸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别激动。如果不是老公告诉我们真相，我们到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，你就不能别对他有偏见吗？你们王家门没高，我一个游戏直播 UP 主高攀不起，更何况离婚协议我也签字了，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。沉默！老公，我们不离婚，我相信你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相信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柳玉玲已经怀了赵毅的孩子呢？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妈居然连孩子都有了，赵毅的妈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去一探究竟。女儿，快扶我起来去找他们！爸，你先好好养身体，我跟老公去就好了。赵毅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阴谋算计，你还怎么像上辈子那样得逞？医生，她怎么样了？病人这么大的年纪怀孕，本来就是高危妊娠，居然还给她用催情的药。催情药？你们不知道，你现在体内还有残留呢。果然是陈默那个狗东西害我，我今天起来就只喝了他送过来的养生茶。哎呦，柳姨，你没事吧？她肚子里的孩子千万要保住。她现在这样，我建议住院观察，等胎儿稳定了再回去。好的，好的，我这就去办住院手续。你们这老妻少夫的，以后可不能胡来啊！注意节制，最好孕期都不要同房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弯路都不想走，居然直接傍富婆。不过这富婆得了乳腺癌，这一胎不能留啊。柳姨，你肚子里的可是我儿子，可千万不能有事。现在我们俩关系被发现了，王家我是回不去了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柳姨，你急什么？我们给王叔下了这么久的药，他怕是撑不到你把孩子生下来，到时候这肚子里的孩子会继承王家的一切，也不会有任何人阻止我们在一起。那我们可说好了，等拿到了王家的财产，你可要光明正大的跟我在一起的。柳姨，这事儿我们回头再说。不行，我都怀孕了，现在我们的关系又被发现了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现在就把孩子打了。柳姨，我答应，我都答应你。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说服我家里。爸，柳姨有了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爸，你先别激动，我打算利用这个孩子继承王家的财产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。柳姨，我爸答应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你拉我干什么？你妈住的是妇产科病房，足以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你现在冲进去也于事无补。难道我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俩在一起，还让我妈留着这个孽种？晴晴，你就没想过吗？赵毅年纪轻轻的，有背景有能力的，什么女人找不到？怎么就偏要跟你妈偷情？老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信我吗？我现在身边只有你了，我不信你，还能信谁？接下来他们会夺走王家的所有财产。你现在过去找他们也没用，没有实质的证据。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，什么都不做吗？别急，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找上门的。刘玉玲那个贱人，给我戴绿帽子就算了，竟然还想要我王家的财产，做梦！女儿，王氏集团就交到你手里了。之前我的确一直瞧不上你，是我错了。这次你帮晴晴度过了难关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晴晴跟你离婚。王叔，你放心，我会帮晴晴的。但这辈子
我们不会在一起了。从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字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结束了。慢点，柳姨，你这刚出院的，肚子里还有我儿子呢，当心点。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一直在休养。王氏目前由晴晴接管，陈默从旁辅助。以我这些年对老王的了解，他估计是让晴晴防患于未然。我跟小易的关系被曝光，就是陈默那个窝囊废干的，凭什么他能进王氏？等找到机会了，我一定要弄死陈默。你们俩要是能进王氏，那就最好了。有什么不能？我手里有15%王氏股份呢。贱人，你们还敢找上门来！我要跟你离婚，让你净身出户！老王啊，离婚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我肚子里还怀着王家的种。你放屁！妈，你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子？赵毅就是个畜生！晴晴，柳姨现在特殊时期，所以我才多加照顾一番。王叔，这的确是你的儿子，毕竟我每次都带了的。你这么大的家业，最终还是要留给儿子，不是？这个野种还想让我接盘，你们想得美！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这不是看最近王叔身体不大好，打算进王氏帮帮忙。小易想进王氏，我就用我手里15%的股份，让他当个总裁玩玩吧。妈，你是疯了吗？你让赵毅进来王氏跟我作对吗？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晴晴，我觉得妈的提议很好，就让赵毅进来做总裁。老公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妈，我不同意赵毅进来王氏，他压根不懂公司的运营跟业务，让他进来当总裁是想王氏倒闭吗？人家小易是海归博士，处理过赵家的各种业务，怎么就不能进王氏当总裁了？反倒是这只会打游戏的窝囊废，他有什么资格进王氏当总助？不可能！我不同意！老王啊，你不同意也没用，我手里可是有15%的股份。爸，你别激动，身体要紧，公司的事儿我来处理。妈，你从来没管过公司，赵毅对王氏也不熟悉，他一下子空降总裁，公司的人会不服的。况且，晴晴，我觉得妈的要求也合理，毕竟要不是我曝光了两人的关系，事情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行吧，那就让赵毅进来王氏。这才对嘛，你俩本来就一起长大的，以后啊，在公司好好相处。至于老王，我在家安胎，也顺带一起照顾你。滚！你滚！老子不想看到你！爸爸就不用你照顾了，我安排了专门的护工。行，那明天我就送小易去王氏报道了。刘姨，你慢点，小心脚下。这两个贱人现在都光明正大的到我面前，还有你，居然答应让赵毅进公司，你是想让公司倒闭吗？王叔，他们俩在一起也只是道德上的谴责，没法受到法律制裁。更何况他们已经开始谋划王家的财产，即便今天我们阻止了，他们也会想其他的办法进来公司。爸，陈默说的有道理。王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帮晴晴的。我让赵毅空降总裁，不是给他放权，而是给他挖坟。他俩现在想要王家的家产，进去了王氏企业，肯定不会安分守己。不错，动了公司的钱，可就不是道德上的谴责，是能被请进去喝茶的。老公，我刚差点又要错怪你了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做，我都听你的。赵毅，我这辈子会断了你所有的路。赵总，这是公司近3年来的业务来往合同，请您过目。这是我刚谈的项目，需要王氏投资8000万，上面有我以及股东的签字，你拿去财务放款。赵总，这么大投资金额，要么上董事会，要么王董签字，直接让财务打款，这不符合规矩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上面不是有我以及股东的签字吗？按我说的去做，有什么问题我担着。可是什么可是？我看你这份工作不想干了。
王董现在身体不舒服，在家休息，公司由王琴接管。我从小在王家长大的，跟王琴的关系非比寻常。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，这笔投资你自己想办法。今天6点之前，第一笔款就要到账，至于其他手续，后面再补。我知道了。他还真是敢要，第一天来公司就敢掏8000万，还要求今天打一笔800万。陈默说的果然没错，他们冲着钱来的。不过赵家又不是没钱，赵毅怎么会如此急不可耐？算了，先把第一笔打过去。求求你们再宽限一段时间，我肯定把贷款还上。1个亿都逾期大半年了，你们账面净亏损，你拿什么还？我手里有个大项目在进行，很快我们赵氏就能扭亏为盈。你们再宽限我半年，我保证连滞纳金都一起还上。上次来催款你就是这套说辞，今天又是，你再不还款，就别怪我们去法院起诉。别，千万别啊！我一定还上。这样，我立马还款800万，你们再通融，我公司能继续经营，才有机会把后面的都还上。你们查一下，我转过去。行，我们再通融你一段时间。谢谢，我送你们。儿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去王氏上任第一天就弄了800万。那必须的，爸。要不是王琴选了陈默，我又怎么会剑走偏锋去勾搭柳玉玲那个老女人？结果关系还被曝光了。不过好在现在我进来了王氏。行，儿子，爸爸会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给你们盯着王建峰那边的动向。老王啊，你身体怎么样了啊？还死不了。老王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生了个逆子。他干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你说你怎么就让他进去了王氏？我都没让他进赵氏锻炼过。赵坤，你别说你不知情。老王，你说这话，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啊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把赵毅那个畜生赶出赵家了，我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，没有他这样的儿子。行了，赵坤，你今天来到底有什么事儿？看我笑话吗？我怎么会看你笑话？发生的这些丑事我全部压了下去，现在半点消息都没泄露出去，不会影响到王氏的。我也在尽我所能的去控制事态。赵叔，你回去吧，以后没什么事就别来我家了。赵毅跟我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哪怕你再不知情，我们都无法像以前一样面对你。好吧，晴晴。老王，不管怎样，我都很抱歉。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，跟我说，一定在所不辞。爸，真巧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别喊我爸，我没有你这样猪狗不如的儿子。你们两个过来干什么？滚！爸，你别激动。妈，你知不知道，赵毅上任第一天就要王氏投资项目转出去了800万，也不知道这笔钱最后进了谁的口袋。晴晴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小易刚上任，做自己的项目怎么了？投资的事儿我知道，上面有我作为股东的签字。晴晴的意思是，你们这么做破坏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付款流程，到时候公司的业务跟账目都会乱套的。轮得到你这个废物东西开口了？难怪这么轻易的让赵毅进去了公司，原来是想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监视。看来得想办法尽快把王氏弄到手。再怎样，小易都比陈默这个窝囊废强千百倍，他投资的这个项目肯定挣钱。你们不同意，我同意。柳玉玲，你个贱货，你有什么资格同意？我才是王氏的董事长。老王，你别激动。其实赵毅让王氏投资的项目，他有跟我提过，也是赵氏正在投资的，的确是前景不错。可是根据我的市场调查跟风险评估，赵毅所谓的项目投资根本就是套钱，而且这个收款公司的背后……够了！你一个只会打游戏的窝囊废，懂什么项目投资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王晴，
管好你这窝囊废男人，他要是敢在公司阻挠小易的项目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爸，你别气，冷静一点。老王，滚！你也滚！行，我走，你保重身体啊，老王。裴大侦探，帮我查下事儿。哟，我们国服第一刺客莫哥居然有空来找我帮忙，说吧，我保证给你调查的一清二楚。玉玲，我们20来年的交情了，想不到你居然跟我儿子。小易可比你强多了，谁让你有贼心没贼胆的？青青，其实我怀疑赵坤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不知情，所以买通了赵家的佣人，在客厅装了个设备。想不到我妈居然跟赵坤这么熟悉，亏他之前还装作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说什么跟赵毅断绝了关系，赶出了家门。他们根本就是一丘之貉，赵家父子都他妈是亲生王八蛋！青青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儿还有更多证据。还有什么证据？你一口气全部拿出来！想不到我跟我爸竟然被他们赵家父子耍得团团转。裴大侦探，让你查的事情有结果了吗？事情的确像你怀疑的那样，赵氏濒临破产，已经负债近2亿，王氏投资的800万最后到了赵坤手里。所以我有理由怀疑赵毅接近王夫人其实是为了填补赵家的窟窿，于是顺手查了一下赵坤与王夫人之间，想不到他们早在20年前就相约着每年一起出游。20年前，那不是赵坤老婆去世的那一年？想不到这么早，他就和我妈私下往来不清不楚。王小姐别激动，他俩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。精神出轨也是出轨。王小姐，先不说这些，我这里还查到了一份关于你母亲的病理报告。她怀了赵毅的孩子，我知道。除此之外，你母亲得了乳腺癌，继续怀着这个孩子，癌细胞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的扩散。麻烦你把所有的资料整理一份电子档发给我，再邮寄一份纸质版过来。这豪门还真是复杂。这些事就先别告诉你爸爸了，他身体越来越差，我怕他受不了。我不会再让我爸去面对那群人渣受气。青青，这是我委托侦探调查到的所有信息，这是关于你妈病理报告。哎呀，你好讨厌，我还怀着呢。还有，等王家的财产都转移过来了，你可是答应我了，要跟我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好，柳姨，我都答应你。不过你得想办法让王叔把遗产留给我们的孩子。他们父子俩接近我妈都是不怀好意，我要告诉我妈，让她别再一错再错。你放心吧，老王一直都想要个儿子继承他的家业，我这肚子里的测过了，100%的儿子。我一天不跟他离婚，王家所有的财产就迟早会落到我们儿子头上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你还是要让王叔在遗嘱上签字。这个简单，明天我就回去王家一趟。六姨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我爱死你了。你妈不会听的，否则她也不会鬼迷心窍到做出这些事情来。那我怎么办？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妈帮着赵家父子把王氏搬空呢？小姐，夫人突然回来了一趟，她跟老爷爆发激烈争吵，老爷被气到送去了医院。我爸他怎么样了？病人长期服用雷公糖，导致心脏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，又多次动怒。这次虽然抢救过来，但好好养着吧。爸，你别丢下我。青青，别难过，爸爸没事儿。爸爸，你醒了。老公，我以前一直瞧不上你，怕你吃绝户，想不到。我都知道，我不怪你。你别说了，先把身体养好。有些话不说，怕是以后都说不了。陈默，对不起，我恳求你，今后好好照顾我的女儿，她的后半辈子就托付给你了。秦青的未来在掌握在她自己手里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走。是啊，女儿，你以后都要靠自己了。我不要，爸爸，你别丢下我。先不说这些，柳玉玲那个贱人逼着我签遗嘱。老王啊，你手中所有的股份都是我孩子的了。王氏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肚子里的野种。你们两个一定要阻止他。老公，你说
说我妈是不是疯了？她居然为了肚子里的野种抢走了爸手里的股份，我可是她的亲生女儿啊！你先别急，股份变动是要开董事会的，只要我们在董事会上把所有的一切都公开，董事会是不会通过的。只是什么？你们王家会颜面全无，甚至这些丑闻还会对王氏造成损失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乎什么颜面？我现在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之前赵坤会帮忙压下这一切，原来是怕给王家带来影响，不利于他们搬空王氏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赵毅忽然召开了董事会？可我爸……你留在医院守着爸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替你回公司开这个董事会。老公，我信你。各位董事，今天突然把你们召集过来，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想必你们也知道，老王他这段时间身体不好，不久前还进了急救。我身为他的夫人，必须要在关键时刻出来力挽狂澜。我决定把我手里15%的股份，以及老王手里40%的股份，全部都转给我的孩子。王小姐这么年轻就接管公司，不让她多磨练磨练？你们误会了，我说的孩子是我肚子里的这个。王晴虽然是我的女儿，但她目光短浅，找了个无权无势的窝囊废当老公。你们也应该有所耳闻，她就是团扶不上墙的烂泥。王夫人，可您肚子里的孩子还未出世啊，你把股份都给他，谁来主持大局呢？我这不是找赵总过来帮忙，让他熟悉公司的流程。好了，大家讨论完了就停下来。这是我跟老王都签字按手印的股份转让协议，你们大家可以过目。王夫人，为什么王小姐没有来开这场董事会？她手里也有5%的公司股份，是股东成员之一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没人通知王小姐一声吗？这是我跟老王的决定，跟王晴没关系，她也管不着。王夫人，这可是55%的股份啊，全部转让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，这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？就是啊，就算王小姐年轻，做事不够沉稳，但她是有潜力的，多历练就好了。由她来继承公司股权才更合适。至于您找来帮忙的赵毅，恕我直言，他的能力根本不足以管理公司。没错，况且公司最近有800万的资金流出，据说就是他所为。这事儿还请你们给我们董事会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们是在质疑王夫人以及王董的决定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股份转让给王夫人肚子里面的孩子。至于你说的那笔800万资金流出，那是公司的投资项目，账目清清楚楚，上面只有你跟王夫人的签字。好了，别吵了。这个项目投资，赵总跟我提过，我也跟老王说过，是他答应的。至于股份转让，这是我们王家的事儿，跟各位股东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保证不会损害你们的利益。我请问王夫人，你怎么来保证？我不是说了有赵总帮忙，反正我跟老王都已经签字了，股份转让的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们也不用纠结什么。慢着，小王总有事不在，我替他出席董事会。陈默，王氏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窝囊废说话了？滚出去！王夫人，我说了，我是代表小王总而来，董事会的决定，小王总全权授予我，同意或者不同意。大家要是不信，可以看内部通讯工具，小王总发了公告的。让你知道也行。看完了吧？你可以滚了。王夫人这么急着让我走，是怕我拆穿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吗？陈默，我们正在跟王氏的董事们讨论重要的事情，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废物东西，王夫人让你滚出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所谓的重要事情，就是把王氏的股份转让给一个未出世的野种吗？你少在这胡言乱语！保安，进来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这就心虚了啊！各位董事，我想你们肯定很不理解，为什么这些股权不是转让给小王总，而是转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。现在我就告诉你们，因为王夫人，也就是柳玉玲女士，她跟这位空降的赵总赵毅有奸情。王董事长就是因为这事儿被气得倒下，这上面的签字画押根本不是王董事长自愿的。我就说王董事长怎么会答应这么离谱的事情，会把股权转让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。原来是这俩人狼狈为奸，趁着王董倒下，想把王氏占为己有。放屁！你这是污蔑！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老王的，他老来得子，这才答应把股份都给过来的。
保安，赶紧把他给我丢出去！赵毅、柳玉玲，你们两人是觉得我手里没证据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乱来！柳姨，一会儿有人进来了怎么办？今天你王叔大寿，关注点都在他身上。再说还会来很多客人，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俩的。没关系，我手机里还有。假的，视频都是假的。上次他就用这种 AI 合成假视频污蔑过我跟王夫人。对，假的。这要是真的，怎么丑闻没半点传出来？大家不要相信他。那是因为赵毅的父亲赵坤在背后压下了丑闻。我口说无凭，大家还是看证据吧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不要看，你们不要看。 2006年，我妈去世那年，你居然这么早就跟我爸有一腿了！你妈去世之后，你爸情绪低落，我就陪你爸出去旅游散心而已。后来你王叔总忙着工作，你爸就陪我出去旅游散心，我俩清清白白的。孩子，救孩子！陈默，王夫人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好歹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王董事长的吗？那你急什么？大家现在都清楚，为什么股权会转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了吧？王夫人，你自己婚外情搞出了私生子，我们管不着，但你居然想把王氏股份转给私生子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难不成你真当我们这些董事是摆设？我坚决不同意这样的股权变更。我也不同意。小叶，我肚子好疼，快点送我去医院。先保孩子要紧，你给我等着！急什么？他这又没磕又没碰的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一看就是装的。不错，我看你们两个是想跑路吧？不准走，跟我们把话说清楚。我已经跟王董事长发消息了，他在来的路上，你们俩给我等着。老公，你再拖一他董事会，我跟爸爸马上就到了。回去坐着等吧，正好等王董来了。股份转让的事儿，大家听听他怎么说。小叶，我撑不住了，孩子。陈默，你他妈赶紧给我让开！他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好歹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母亲06年去世，他就跟你父亲暧昧不清，现在你跟他搞在一起，还让他有了你的孩子，你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吗？给我闭嘴！赵毅，这次我一定会让你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代价？陈默，你他妈几次三番的坏我好事，该付出代价的是你！晴晴，爸，你们来了。陈默，辛苦你了。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这份文件无效。不要！这是我孩子的股权，你怎么能撕了？一个野种有什么资格继承我王家的股权？王夫人怀的居然真是野种！难怪这俩沆瀣一气，要把股权都给野种。爸，这是他跟赵毅的偷情视频，上次在寿宴上您已经看过。这些是他从06年开始，每年都跟赵坤出游的照片。这是赵毅所谓的投资项目，把王氏的钱转了一个空壳公司，但这些钱最后都到了赵氏的公户。另外，赵氏内部亏损严重，已经负债接近2个亿，濒临破产，逾期银行贷款大半年。你们赵家要破产了！假的，怎么可能？是他，都是他捏造的，他想害我。六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陈默这种只会打游戏的废物，一直都嫉妒我。那你从王氏转移出来的钱呢？你明明答应留给我肚子里孩子的，怎么就到了你们的赵氏还债？回答我！你到现在还没看清楚吗？他们赵家父子接近你，都只是为了王家的钱。小叶，所以你跟我在一起，从来都只是想要得到王家的钱，去填补你们赵家的窟窿。怎么可能，柳姨，你先别激动，你还怀着孕呢。赵毅，你真让人恶心，到现在了还在装。你看我跟陈默结婚了，你不能吃绝果，于是转头跟我妈暗度陈仓。我恶心？你怎么不说你妈恶心？
一副骚浪跟我爸暧昧这些年，现在又不甘寂寞的勾引我，一把年纪的老女人，每次都跟欲求不满似的。要不是为了钱，我会爬你这个老女人的床。王八蛋，明明是你自己故意接近我，你跟你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还真是狗咬狗，一嘴毛。呸！要不是你个窝囊废非揪着不放，从中作梗，至于成现在这样吗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的。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你们快送我去医院！血，我流血了！我的孩子小玉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妈，你确定要保这个野种？你他妈什么意思？行了行了，都别闹了。王董，这是你的家事，我们本来不该多言，但这些事儿绝对不能传到外面去。不错，这一旦传出去，对王氏的影响太大了。我们作为公司的董事，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保安，进来，赶紧送他去医院，不要被任何人注意到。慢着，你赶紧让开！你先看看你的病理报告，再决定要不要这个野种。怎么可能？骗我的！你们都在骗我！你要是不信，正好去医院了，可以给自己做个全面的检查。柳姨，上面写的什么？你这么激动？小姨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快！现在你还急着要把股权转给你肚子里的野种吗？它可是你的催命符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还有电子版的报告，正好有医生在这里，让他看一眼，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。这份病历报告真实有效。柳姨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要这个孩子我会没命的，我不会生下他的。陈默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柳姨看了什么？居然让她心狠到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。赵毅，他没了孩子，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骗他跟你同流合污，转移王氏的钱财？我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我手里40%的股权全部转给我女儿。至于柳玉玲，我会跟她离婚，让她净身出户。到时候她手里15%的股份会回收，也会转到我女儿名下。剩下你们处理吧，我累了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送他去医院。赵毅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王家从未亏待过你，但你跟你父亲丧尽天良，就等着进去喝茶吧。别，晴晴，千万别把我送进去，求你饶了我这一回。饶了你？你处心积虑的接近我，又接近我妈，不仅爬上了她的床，破坏了我父母的感情，还想掏空王氏的财产。你这种心思歹毒的人，我凭什么要饶过你？赵毅，我告诉你，不止你，你的父亲赵坤一样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晴晴，报警！赵毅、赵坤、柳玉玲3人涉嫌诈骗以及侵占罪。小王总，不能报警啊！一旦报警，王氏的形象就毁了，这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，千万不能报警。我爸爸就是顾及颜面跟损失，一忍再忍，到我这里我忍无可忍，这些人必须受到惩罚。赵毅涉嫌诈骗以及侵占王氏集团财物，被警方逮捕。与此同时，赵毅之父赵坤涉嫌违法经营，名下资产全部被冻结。老公，多谢你帮助我们渡过难关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跟你离婚了。我帮晴晴也是在帮我自己，毕竟上辈子赵毅得逞害死了我。对了，爸妈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她刚流产完，就算要逮捕她，也得半年之后。老公，你来看我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签了，签了。我不离婚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发誓以后一定安分守己。妈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赵家父子已经被关进去了，你现在签了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，我们都不跟你计较，你还能有一条活路。女儿，你们好狠的心啊，就一定要对妈妈赶尽杀绝吗？真要赶尽杀绝，你就该待在局子里。都是你这个窝囊废！刘玉玲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悔改，你所做的一切
难道是陈默拿刀架在脖子上逼你的？老王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女儿也这么大了，现在我又患了癌症，得到了报应，再让我离开，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吗？老王，你真的忍心看我惨死吗？我们在一起快30年了，老公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！王叔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你现在身体这么差，就是他让你服用了过量的雷公藤，导致现在心脏出了大问题。他一开始是想谋财害命的。我没有，老公，这一切都是他胡说八道，我没有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欺骗我！柳玉玲，签字离婚，从今以后我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们这么对我，把我往绝路逼，就别怪我跟你们鱼死网破。想要离婚可以，我要财产平分。柳玉玲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妈，你是疯了吗？是我求的爸放你一条生路，否则你现在就跟赵家父子一样进局子了。你倒好，还上赶着找他们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才甘心啊？他们做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真以为能让我进去？你要不要去学点法？前有你对爸长期蓄意下毒，后有你帮助赵家父子转移王氏钱财，这些足够你牢底坐穿了。陈默，你不得好死，都怪你！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该把你这个窝囊废撮合给王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事到如今，我告诉你也无妨。他是我在大学里为你精挑细选的贫困生，你果然如我所料的下贱，被一个穷男人给拿下了。妈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谁说你是我亲生的？你不过是个野种，王家的一切本就不该由你继承。王夫人，您生下了死婴，不准声张，去给我弄个活婴来，我给你100万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，居然换了别人的孩子！爸，我居然不是你的女儿。我毕竟养育了你27年，晴晴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王晴，你以为他有多爱你吗？他这些年对你百依百顺，不一样也是看上了王家的钱。如果你在你亲生父母身边长大，你觉得陈默还会跟你结婚吗？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家境的确不好，但我从没想过要你们王家的钱。你不想要王家的钱，那当初让你做赘婿，你都毫无怨言。难不成你想说你对王晴是真爱？晴晴，如果我说我那时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信吗？那是真心喜欢。陈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不喜欢我吗？晴晴，我们的事情先放一边，先处理爸离婚的事情。果然被我说中了吧？王晴，他就是不喜欢你，他喜欢的是王家的钱。晴晴，所以你不信我？够了，柳玉玲，你少在这里挑拨他俩。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要么离婚净身出户，要么你进去坐牢。王建峰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你既然对我这么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真以为你们能让我进去？你什么意思？他有把柄在我手里。如果没有陈默，你王家的一切早就落到我手里了。他可是你们父女的救星，你们放过我，我就放过他。你少在这故弄玄虚。好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夫人，请你们为我主持公道。请大家记住这3个人的嘴脸，我是王夫人，但他们为了掩盖丑闻，欺负我一个妇人。现在我要揭发他们的罪行。他是我女儿王晴的老公，但他对我图谋不轨，他强迫我，欺负我，就是个强奸犯。他为了撇清跟我的关系，入赘王家，竟然在我老公的50寿宴上算计我跟别的男人滚在一起，让我万劫不复。我靠了，这是什么狗血事件啊！我记得王家千金找了个游戏直播 UP 主结婚，账号叫野王莫哥，想不到他这么禽兽。我记得他岳父50大寿那天，莫哥开直播了的。我也看了寿宴当天的直播，莫哥的确去抓奸了王夫人。王夫人也太惨了吧！还在这儿呢？对，就是他。
他。这不就是王夫人直播的病房？这个就是游戏主播野王莫哥，不要脸！各位冷静一点。刘玉玲，你这是污蔑！你说我强迫你，请拿出证据来。不要脸！这就是证据。不要脸！你居然也跟他？没有，视频内容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柳玉玲歪曲事实。老公，你帮我把这碗汤送给我妈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熬的。知道啦。妈，晴晴给您熬的汤，就放那儿吧。妈，我先出去了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。你口说无凭，我手中的证据就摆在这儿，还请各位为我作证。你们王家妇女休想包庇他！这世道是怎么了？老公跟女儿不帮他，居然帮一个外人！你们两个简直禽兽不如，居然包庇一个强奸犯！就是，不是的，我们没有，是他胡说八道。大家看到了吧？我的女儿跟老公是怎么对我的，还请你们为我讨个公道。大家冷静一点，事情真不是他说的这样。沉默，别以为只有你会弄视频泼脏水。喂，小王总，不好了！受到舆论影响，王氏被网友们大规模的网暴，要求严惩陈总助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影响王氏的。你为了达到目的，还真是好算计。我说过，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，还想要我离婚，还净身出户，做梦！我靠了，居然还让人净身出户！王家有钱就能这么欺负人吗？这父女俩好恶心啊！居然这么对王夫人，抵制王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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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可怎么办啊？现在舆论越闹越大，对王氏影响很大。我开直播解释吧，我会放出一些证据，到时候可能会损害王叔的颜面。我的颜面早在他出轨的那一刻就全无了，我就不该给柳玉玲那个贱人留活路，居然让她闹出这么大的乱子。爸，你别激动，我先送你回房间休息，这事让陈默开直播处理。幸好这辈子我不爱你了，王晴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王莫哥，开这场直播是为了澄清近期网络上的谣言，我会一一拿出证据。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希望大家理性对待。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所有的一切终于都结束了，这辈子我要过上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。3年了，陈默，当初你不辞而别，连账号也停更了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明天大学同学10周年聚会，所有人都会参加，你来吗？陈默也来吗？对啊，你这千金大小姐怎么突然问起他了？没什么，把地址给我吧，我明天准时过去。陈默，我没想跟你离婚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王大小姐，那你可算来了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是啊，10年了，你是一点没变老。对了，你结婚了吗？还没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挺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入我们王大小姐的法眼？我记得大学的时候，陈默那个穷小子总跟你献殷勤。我跟老公在一起之后，我嫌他穷，爱慕虚荣，顾及脸面，从来没有公开过我们的关系。我总觉得他拿不出手，却忘了当初一无所有的他，把最好的温柔全都给了我。陈默那个穷逼可配不上我们王家千金。陈默只是家境差点，但他人很好，有担当，况且后来做账号，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博主。看来我们王大小姐对陈默印象深刻呢，也不知道他这些年混得怎样。哎，那是陈默吗？陈默，是你吗？是你回来了。当初你为什么不辞而别？这3年为什么不跟我联系？王晴，早在3年前，我们就已经离婚了。王晴，我结婚了。